万斯遭遇袭击，安保车被炮弹碎片击中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特朗普的眼里只有利益，为了美俄贸易向乌克兰施压，基辅宣言绝不放弃顿巴斯，全力备战，欧洲转向战争模式。台湾高层坦言 F-16V 的交付发生变故，无法在2026年年底之前全部交付。台湾 F-16去哪儿了？税收暴跌，俄罗斯不少地区用光了所有储备，预算处于崩溃状态。欧盟推出赔款贷款，普京的小金库要被掏空了。俄军督战队上线，就地处决投降士兵，俄罗斯司令儿子阵亡。精彩资讯马上开始。万斯这位美国史上最会找存在感的美国副总统遭遇惊魂时刻，安保车被炮弹碎片击中。为了庆祝海军陆战队成军250周年，美国特意进行了一场演习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这一次的军演采用实弹演习。万斯也出席了建军周年仪式，前往加州彭德尔顿营。结果在军营附近5号洲际公路上行驶时，一枚155毫米炮弹在指定打击范围外发生爆炸，炮弹碎片刚好击中了万斯车队，安保车遭碎片击中，摩托车也被波及。幸运的是没有人员受伤。事故发生时，加州公路巡警局正在高速公路执行交通风控任务，军方随后停止发射实弹，并展开安全检查。只要人没事，本次事件也只能算小插曲。这颗炮弹算是让沉寂一段时间的万斯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。不过美国政坛这边，特朗普才是唯一的主角，对乌俄战争的表态更是刷新了世界的认知。火力军一直不明白，到底是普京那通电话的魔力，还是特朗普本就没有任何改变。乌俄停火又回到了原点，没有制裁，没有援助，少量的军售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说实话，对于特朗普的行为，火力军是真的不想再评价了，根本指望不上。前几天，《金融时报》曾独家披露称，特朗普在白宫会议上再次和泽连斯基爆发争吵，抱怨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，这是把锅甩在了乌克兰身上，还向泽连斯基施压，敦促乌克兰接受普京的和平条件。为此，特朗普甚至还扔掉了泽连斯基携带的乌克兰战场地图，并重复了他和普京通话中的谈话要点。泽连斯基坚决反对的态度让特朗普大为恼火，甚至有些失态。有意思的是，该报道爆出后，特朗普第一时间在飞机上就否认了该消息，称乌俄应该就目前战线停战，但他又为普京传话，称如果乌克兰不同意条件，普京将摧毁乌克兰。这样的否认加承诺加威胁，实在很难分清特朗普站哪一边，也不知道该不该信了他说出的话。但有一点不可否认，那就是乌克兰的态度从始至终都未改变。泽连斯基从美国回来后，各大媒体都在报道白宫向基辅施压，让乌克兰放弃顿巴斯以换取和平。不过泽连斯基很清楚乌克兰要做什么，坚定地表示乌俄战争可能正在接近尾声，但绝不会马上结束。言下之意就是乌克兰会继续战斗，这是唯一也是最正确的选择。俄罗斯之所以死磕顿巴斯，原因就是这里部署着乌克兰经营了10年的防线，一旦乌军从这里撤退，俄军的兵锋就能直接怼到第聂伯罗、哈尔科夫，离基辅就更近了。说白了，俄罗斯压根儿就不想停火，更不想要什么和平，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吞下整个乌克兰。现在战场上推不动了，就开始玩起了政治手段，想靠特朗普发力。不过就跟之前说的那样，特朗普选择相信普京，在特泽会上俩人直接谈崩了，泽连斯基最后被请出了白宫，连个联合新闻发布会都没有，甚至白宫的草坪都不让站，记者会没有，泽连斯基只能在白宫外头摆个小桌子。即便被这样对待，泽连斯基也没指责特朗普，只是说尊重现实，相信美国，这面子算是给足了。火力军觉得泽连斯基还是不想跟特朗普直接撕破脸，毕竟还指望着美国通过 POL 计划继续卖武器给情报，要是这些都没了，估计泽连斯基也不会再给特朗普留什么余地了。面对泽连斯基的诚意，特朗普依旧无视，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，不可能把所有武器都给乌克兰，不能让美国自己陷入危险。同时特朗普还强调，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潜力，可能有助于解决乌克兰战争。这个贸易潜力是什么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没错，就是美俄贸易。特朗普的意思很简单，战争不停，我跟俄罗斯就没法做生意赚钱。除此之外，美俄领导人还要在布达佩斯会晤，这个地方选的简直是往乌克兰伤口上撒盐。匈牙利是欧盟里面最坚决反对援助乌克兰的，加上美俄这两个主角，再联想一下当年那个布达佩斯备忘录，明摆着刺激乌克兰，说不定或许又会搞个新版布达佩斯备忘录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泽连斯基当然不干，明确表示自己也要去布达佩斯参加，来个美俄乌3方会谈。但美国那边的态度却非常含糊，
泽连斯基非要去，对乌克兰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如果谈成了初步协议，那自愿联盟的军队就能进场，停火、赔偿、监督这些问题都能摆上台面。如果谈崩了，美国就必须给乌克兰更多援助，逼着俄罗斯回到谈判桌前。特朗普也能猜到，不过在他的剧本里只有一出戏，那就是逼迫泽连斯基割地求和，然后做生意。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透露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将与拉夫罗夫见面，聊的内容就是乌俄战争、双边关系以及经济议程。看吧，特朗普不断给乌克兰施压，帮一个在战场上赢不了的俄罗斯，目的已经很明显了，为了美俄贸易，为了利益。俄罗斯那边也惊喜地发现，只要迎合特朗普的想法，在许诺点个人参与感和短期利益，也比战场上真刀真枪的干效果还好。即使特朗普站在普京这一边，乌克兰也绝不言弃，背后还有欧洲。瑞典国防部长敦促欧洲转向战争模式，如果欧洲这样做，能为乌克兰带来什么？瑞典国防部长帕尔琼森在接受德国媒体 RND 采访时表示，和平不是礼物，是我们每天都必须捍卫的东西。我们需要改变心态，必须进入战争模式，果断地威慑威胁，捍卫和平。在瑞典这边，90%的瑞典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，并希望维持或扩大对乌克兰的支持。如果欧洲都像瑞典这样，乌克兰很快就能打败俄罗斯。如果欧洲真的转向战争模式，会有什么变化？说实在的，乌俄战争打到现在，欧洲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。乌俄战争打响之后，欧洲就开始玩命了，其国防工业属于冷战结束以来最热闹的时候。目前正依靠2大政策框架进行转型，一个管急救，一个管长远。短期应急，先来个猛的，叫支持弹药生产法案，支持扩大弹药和导弹的产能。说直白点，就是给企业发钱，重点扶持炸药、火药、弹壳、导弹等项目。口号就一个：更快、更多。至于着眼于2035年的欧洲防务工业战略，就是长久计划了。核心目的就是要把欧盟自家的国防工业练得更壮、更能打、更有创新力。希望到2030年，成员国买国防装备时，有一半是从欧盟内部采购的。在这些政策之下，从2022年开始，欧洲的国防投资一直往上窜。北约秘书长表示，欧洲155毫米炮弹的年产能已经是2年前的6倍，在2025年底前，炮弹年产量能达到200万发。欧洲的工业动员可不只是炮弹，防空也是重点。毕竟俄罗斯的导弹和无人机还在乌克兰天上乱飞，这些高端装备的生产必须加速。欧洲最大的导弹制造商 MBDA 已经把紫苑导弹的生产玩明白了，通过一个高优先级计划，把生产时间砍了一半，2025年的交付量更是要翻5倍。欧洲的国防工业这次转型绝对是冷战后最快最猛的一次工业动员。不过从本质上来说，欧洲这套玩法还是受市场以及政治协调限制的加速工业扩张，并不是真正的战时经济。说白了，就是用钱和政策来激励，而不是像战时那样直接征用生产线，动员全国资源。如果转向真正的战争模式，别的不说，对于乌克兰来说，弹药管够，并且还是精确打击火力。即使乌军士兵的数量不如俄罗斯，这些精确火力也足以弥补缺陷，防空系统也不用操心。当下俄罗斯不断打击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，如果防空能力有所增强，乌克兰就能毫无顾忌地在前线作战，情况要比现在好太多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单论常规实力，明年就能一路推到莫斯科。不过这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欧洲转向战争模式，并愿意不留余地地支持乌克兰。火力军很期待看到这一幕。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，欧洲通过 PUIL 计划向美国购买武器，武器都流向欧洲，台湾的武器就少了，比如 F-16V。台湾军方也坦言，2025年全数交机确实有挑战性。那么台湾 F-16都去哪儿了？在此之前，台湾花了大价钱向美国买了66架全新的 F-16 Block 70，计划通过台美飞行员工程，以空中加油续航的方式，从美国本土接力飞回台湾。结果到现在，第一架的影子都没正式见到。6月份的时候，台湾军方还信心满满地表示乐观其成。在9月份还有消息称，首批2架 F-16希望在10月前后飞抵台湾。之后消息被否认，并且称首批战机会在第4季抵台，2026年底前全部拿到手。不过就现在来看，这个说法有点悬。台湾军方直接改口，评估风险相当高。之后，台湾高层也顶不住了，出来坦言，明年确实能开始交货，但想要准时送达确实有挑战性。翻译一下，这意思基本上就是明年能有一部分，但不会全部送达。当然，场面话还是要说的。台湾高层也强调，希望美方能尽快造好，尽快交付。面对美方的拖延，台湾也不会一直等，钱袋子先捏紧一点。本来按计划该支付总款项的75%，现在只付了61%。于是台湾军方建议，要是再拖，干脆修改特别预算条例来延长执行年度。这算是无声的抗议了。飞机不到，全款免谈。不过在过去一段时间，洛马的 F-16是一直在造的，
那飞机都去哪儿了？答案很明显，飞欧洲去了。诺马前不久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又接收了一批崭新的 F-16布洛克70，大大加强了北约境内的集体空防力量。保加利亚国防部表示，本月返国的2架 F-16分别为1架单座机和1架双座机，机队总数达到4架。据规划，该国预计2025年底前接收8架通行机，其余8架则另行交付。斯洛伐克空军此次也接收单、双座机各1架，使机队规模来到7架。第二批7架将于2027年陆续交付。欧洲客户的订单一直交付，台湾呢？2025年3月在美国出厂了第1架之后，就再没下文了，1架都还没飞回台湾本土。虽然美台商会出来打圆场，表示有关美台军购案的进度上，目前只有总值80亿美元的 F-16，及另一项金额不到10亿美元的计划有所延迟，大部分积压订单都已处理完毕。但这话说得轻巧，对于急需新战机来强化空防的台湾来说，这一点延迟可是相当要命的。总的来说，这批 F-16V 最终肯定会到货。F-16进驻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一幕，总有一天能够看到，但具体是哪一天，现在谁也说不准。说到底，在国际军火这个大卖场里，谁的需求更火烧眉毛，谁就能插队先拿到货。既然美欧的重点放在加强北约防御上，自然也有不少的成果。在乌俄战争的背景下，俄罗斯不少地方都已经没钱了，几乎已经用光了所有储备，正处于预算崩溃状态。另一边，欧洲打算掏空普京小金库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俄罗斯的后院已经快要起火了，一场全面的预算危机正在逼近俄罗斯的各个地区。不少地方在2025年面临税收暴跌，被迫使用所有现金储备来支付支出义务。根据评级机构的数据，俄罗斯联邦有6个地区银行账户里的余额还不到年度预算的1%。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一年预算1560亿卢布，兜里只剩下5000万。卡尔梅克更惨，账户里只剩4000万卢布。伏尔加格勒地区家底也降低到了1亿卢布，别尔哥罗德地区就剩2亿卢布了。还有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和伊尔库茨克州，手里那点钱连年度预算的0.5%都不到，也就够花1-2天的。连摩尔曼斯克地区的储备也只够支付2天的开销。俄罗斯各地区的总账本更是难看，上半年的预算缺口是3978亿卢布，到9月底，这个窟窿已经扩大到了7248亿卢布。连他们自家的专家都承认情况困难，而且到年底只会更糟，因为12月份还有一大堆国家合同要结款，到时候才是真正的大出血。预算出现问题就算了，国外的资产也保不住了。欧盟这边想出了一个神操作，赔款贷款。欧盟的国防专员库比柳斯最近表示，他们的国防路线图里有个很重要的承诺，要在2025年底前给乌克兰提供赔款贷款。这笔贷款就是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担保的，还款条件也很离谱。只有在俄罗斯结束战争并且支付了战后赔款之后，乌克兰才需要开始还这笔钱。说白了，就是用普京的小金库给乌克兰发军费，最后这笔账还得算在俄罗斯头上。德国总理默茨也表态了，要在欧盟峰会上呼吁大家赶紧拍板这个事。作为回应，俄罗斯开始威胁要将欧洲公司国有化。对于这笔赔款贷款，火力军只能说很妙。按照法国外交部长巴罗的说法，这笔钱应该足够乌克兰购买至少3年的武器来保卫自己。他还特意强调了一句，特别是欧洲武器。也就是说，这笔贷款不仅能让乌克兰继续打下去，还能顺便给欧洲的军火商制造一大笔订单，直接赢2次。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计划，要在2025年底前批准这笔贷款。不过比利时这时有点小担心，毕竟很多俄罗斯的冻结资产都在他们那儿。他们要求欧盟其他国家保证，万一出了事，风险大家得一起扛。至于俄罗斯的装备问题，火力军已经聊过很多次了，情况惨不忍睹。别说先进装备了，士兵连坦克都用不上，手里的机枪还是2战时期的老古董，医疗包的年纪都比他们爷爷还大。只能说俄罗斯根本没法打。一边是国家财政濒临崩溃，一边是欧盟用你的钱来武装你的敌人，而前线的士兵却只能用着博物馆级别的装备去卖命。这种情况也影响到了前线。俄军督战队上线就地处决投降士兵，俄罗斯司令儿子也被曝阵亡。要说现在的乌俄战场越来越魔幻了。根据乌克兰南部国防军的说法，奥列克西伊夫卡方向一名俄军士兵刚放下武器，准备向乌军投降，结果被自家一架 FPV 无人机当场送走了。俄罗斯连自己人都不放过，这再次证明俄军不把自家士兵的命当回事儿。为了掩盖内部厌战的情绪，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。红军村方向战况也是愈发激烈。根据最新消息，乌军的空降部队已经加入战斗，成功端掉了附近铁路线上的俄军部队。乌军这次的目标就是俄军的渗透侦察小组。经过一番排查，乌军直接派出了数架 FPV 无人机，对目标进行了精准打击。
虽然乌军挫败了俄军这波偷袭，但客观来说，红军村的防线压力正在加大，俄军正从四面八方玩渗透，有些俄军频道甚至吹嘘郊区已经打起了巷战。不过这说法还没得到证实，红军村本身就是连接各地的要塞，围绕这里的战斗只会越来越白热化。此外，在红军村地区，乌军俘虏了一名特殊的俄军士兵，这名50岁的士兵来自一个叫凯特族的民族，这是俄罗斯联邦最小的土著民族之一，总人口还不到1100人。他承认自己参军是因为喝酒和坐牢。当被问起自己的民族时，他说他不会说本族语言，对自己的文化也知之甚少，大部分都失传了。火力军只能说，在普京的统治下，俄罗斯内部的这些少数民族正在以炮灰的形式加速消失。乌克兰南部战场也传来捷报，俄罗斯第18集团军司令的儿子瓦西里·马尔佐耶夫被乌军击毙。这位马尔佐耶夫中尉是俄军所谓精锐的第7空降师的排长。第18军长期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一带，随着俄军在东线的攻势减弱，正准备把重心转向南部，结果司令的儿子先被干掉了，这对士气的打击可想而知。目前整个东欧平原已经进入了翻江期，到处都是烂泥，给双方作战带来了极大的不便。不过这泥泞的路面倒也是方便了那些缺水喝的俄军士兵，至少他们不用愁没水喝了。乌克兰对俄罗斯能源系统的打击效果还在持续发酵，之前乌军无人机飞越1200公里袭击奥伦堡天然气厂，现在还在燃烧，从远处都能看到火光和浓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乌克兰对俄罗斯铁路系统的打击几乎是和空袭炼油厂同步进行的，这一招釜底抽薪，直接导致俄罗斯铁路货运量下降，甚至可能要迎来一波裁员潮。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各位觉得台湾的 F-16什么时候抵达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